我是慧。前2天聊了信用卡花呗，引出了大家一堆的关于征信的问题。我感觉这么重要的事情，咱好多人都不太清楚，所以是不是可以搞一个成年人必修课系列，就讲讲这些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于是乎，我去央行征信中心官网研究了33页，跟支付宝、京东的客服咨询了好几轮，还要感谢一位热心的央行小姐姐。终于带来了这个征信科普小视频，请你一定要看下去。首先，好多人在弹幕评论里胡扯，什么上征信，什么不上征信，别争了啊！这样咱自查一下就知道了。如何查询个人征信？首先，每人每年有2次免费查询机会。线下的话，你可以带好身份证及身份证复印件，去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央行查询。线上的话，可以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别去其他奇怪的网站哈。查询一步步按照提示操作就好。但是注意，线上的征信报告是简版的，线下查到的是详版的，你可以先导航一下中国人民银行离你家远不远，再做决定。查个人征信这件事PS 要注意一点，要定期查，但不要频繁查。这个量的控制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每年2次免费机会是吧？疯狂暗示。官网提示哈，建议1年至少查1次信用报告，不管你贷不贷款，因为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况，及时发现有没有人会盗用你的信息，或者未经你授权就查你的征信，但不能短期内频繁查询，特别是授权机构狂查一通，然后又没放贷，那银行就觉得你这个人很缺钱，信用又不好，想一下逻辑没毛病吧？所有的查询记录呢会保留2年。那么查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接入征信。我个人呢是用信用卡、支付宝花呗还有京东白条的，那可以看到我的征信报告只有信用卡记录。于是呢我就去咨询了花呗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注意了哈，大家可以自查一下，点开花呗我的相关合同及产品说明，如果有个人信用信息查询报酬授权书和花呗签章与存证协议这2个栏的话，说明你就接入了征信，反之则没有。那京东白条呢，客服是明确回复我接入了征信的。说到这个我真的快气死了。白条我真的不怎么用，只有1笔100多的分期，我完全忘记了，因为不用嘛。就这个逾期了4天，我的人生不完美了。这是去年的事儿，但是我这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显示，我就问了客服为什么，客服一直重复发，经查询本次逾期会对你的征信造成影响，建议保持良好的还款习惯，一直重复。我为了能得到一个到底上不上征信，如果上的话为什么我没上呢？是什么情况下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上呢？这样一个确切答复，能得到准确的信息做这个视频，与京东的客服 battle 了很久，最后仍未回答为什么，但是他给我撂下了一句：逾期之后如实上报征信，你可以后续再查看一下你的征信报告。我好像都打死了，这是被我烦透了，所以满足我把我报上去的意思。牺牲巨大，请给我一个3年支持一下。那借贷方面呢，我从我朋友查询那儿看到了，借呗、微利贷都是上征信的，这个其实都是以放贷公司为准的，建议大家直接查一下就知道了。我还是强调大家别网贷，利息太高。那查到了自己哪些都上了征信之后，你可能想问，是要上还是不要上啊？上征信是坏事儿吗？官网写明，贷款和信用卡的正常还款属于正面信息，逾期属于负面信息，违约欠税处罚什么的属于不良信息。那不上征信啥都没有，那属于白户哈，好不好呢？其实你自己代入自己是一个放贷机构，你借钱给别人就很好理解了，你会评估这个人他有没有钱还，看看这个人信用好不好啊，等等等等。那白户1张信用卡没用过，没有1条记录，你也吃不准他能不能还钱吧，只能去看他的收入。如果很多正面信息啊，经常按时还款，那你觉得他有能力还款，信用不错，那你看到这个人逾期，当然不敢借给他了。那逾期了怎么办？要不要紧？是这样，没逾期的呢，坚决不要逾期，要重视。真的不当心逾期了1次呢，已经发生了，那别慌，就建议你累积大量的按时还款的正面信息。一看万花钱从中1点逾期，那不要紧，人家也觉得你可能是忘了。但如果你只有2次记录，1次逾期，1次按时还，你开啊，还是不好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所以比方说有些人不当心信用卡逾期了，他还完为了不再逾期，马上把卡消了。其实不要马上消卡，你还完呢要继续用，多累积一些按时还款的正面信息。OK， 接下来有点争议的来了，信用卡和花呗有什么不同？因为花呗白条都是以贷款的形式接入征信的，信用卡刚刚说了可以体现我们的消费能力、还款能力，但是花呗白条在征信上的体现是你贷了一笔消费贷，那是否会给银行造成一种这个人经常贷款是不是很缺钱，从而不给你放款的情况？这点呢，我咨询了一些银行，咨询了花呗，都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因为不同放贷机构风险偏好不同 ，A 不给你放款 ，B 可能就给你放款了。放款这个事儿是一个综合评估，不单是征信，它会看你的什么收入啊、资产啊、公积金、个税等等等等等等，你要讲究一个平衡。即使是信用卡，你要是每月比如刷10万，但人家一查你收入月薪是3000，也没有资产，那他会给你放款吗？说不定会怀疑你在套现。那消费贷也是，你要是长期频繁大额
额借贷，大破屏存那肯定会引起注意。如果是偶尔小额，那没啥影响。不过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用信用卡比较多，上个视频也说了，信用卡比花呗的权益多多了。我觉得就主要用信用卡就好了嘛，花呗我就偶尔这个免息分期的时候用用。但是我的花呗也没上征信，总之就是用信用卡比较好。用了花呗呢，没逾期也不用紧张，逾期了呢就还清，并且用信用卡长期按时还款的正面信息告诉放贷机构你是个有能力还款的人。对了，那逾期记录可消除吗？它会存在5年的时间。好像有些诈骗说什么给点钱帮忙消征信都是假的，是不可以随便改的哈。最后呢，关于征信还有哪些要小心啊？一个呢是注意一下那个手机话费啊、生活缴费、水电煤啊，也及时交啊，不要长时间的逾期。第二个呢，不要提前还款，就是有些未出账单你提前还款，有些机构会判定你违约。防不胜防，还有一些无意中产生的逾期记录，比方说你把这个钱打过去，他到账晚1天，那你找谁说理去？好，差不多就是这些，建议大家去自查一下征信报告，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咨询各平台的客服。那么这个视频就是这样了。如果你们觉得成年人必修课这系列有必要的话，请在弹幕里扣个1，一键3连，让我做下去。还可以打出你想知道的事儿，让我看到。好。